中国称人口红利在中国一边，而印度媒体则反驳说这是种族主义。到底谁错了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建绍。长期以来，中国一直是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。联合国世界人口统计显示，印度现在有14.283亿人口，超过了中国目前的14.257亿人口。这是自联合国1950年开始收集人口数据以来，印度首次登上榜首。美国估计有3.4亿人口，位居第3。针对印度人口已经超过中国的事实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，人口红利既要看总量，更要看质量；既要看人口，更要看人才。14亿中国人口中，近9亿人处于劳动年龄，人均接受10.9年的教育，这是印度没法比的。针对中国外交部的说法，印度国防新闻媒体称，中国外交部发布了种族主义言论。推特上有个美国专家发了一张统计表，中印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曲线，印度现在有1/4的成人是文盲，差不多3亿人口。而3亿文盲是社会的负担还是红利？人口过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机遇还是包袱？中国人的看法应该与印度有着根本性的不同。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实施计划生育，其核心诉求就是控制人口的无序扩张，同时在教育方面发力，提升全国人口的素质。对于一个资源相对有限的国家来说，是否拥有人口红利的唯一标准就是高素质人口的规模，而不是人口的总体规模。其实，到底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灾难，最关键的是拥有的人口是否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。14亿人口就是14亿多张嘴，这些人需要住房，需要汽车等消费品，需要交通、学校等基础设施，也需要电力、石油、天然气、钢铁、干净的水等自然资源。印度拥有的人均自然资源数量甚至还比不过中国，这就决定了印度人想拥有一个比较富足的生活，就需要其制造的产品在世界上拥有更大的市场，否则想过好日子那就是奢望。印度制造业未来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多大的比重，从莫迪政府敢不敢开放市场就可以看出来。一个不敢与世界市场接轨的国家，把保护国内落后产业当成目标的国家，拥有再多的人口，也只是在重复低端制造业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印度人口规模超过中国，对全球战略格局的影响有多大？首先，低端制造业有可能进一步向印度转移。由于印度的人口规模更大，这样就会吸引一些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向印度转移，这恐怕是一个规律。第二，印度将更有信心与中国争夺第3世界国家领袖的地位。不管印度的经济实力如何，世界第1人口大国这个身份就会给未来的印度政府以足够的自信，从而与中国展开竞争。印度的国家影响力也会因为世界第1人口大国而受益，也就是说，印度可以在不少国际议题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。第三，中国将迈向发达国家行列，而印度呢，很难突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。中国和印度追求的目标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差异，因为中国要的是国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中国已经突破了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陷阱，而且在附加值更高的新能源产业等方面建立起了优势。按照西方国家的说法，中国在30多个新兴产业领域拥有了领导地位，所以中国是一定要向发达国家过渡的。这个时间估计在12年左右。而印度政府由于缺乏发展远景规划，一直在如何引进外资和保护国内落后产业的问题上左右摇摆，双方的格局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。第四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让中国的持续发展再无后顾之忧。如果说印度还有什么优势的话，那就是人口的数量，但是这个数量未来很可能会被工业机器人所取代。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被工业机器人所代替，
那么印度的人口优势也就剩下了服务业了。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经历工业化，必然会脱实就虚。印度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如果没有竞争力，就会出现巨额的贸易逆差。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一直没有钱，就没有可能转向高福利社会，那就只能永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。所以，虽然印度人对中国拥有人口红利表示不服，而且呢还把这种说法称之为种族主义，但是历史的发展将证明，印度与中国的差距不是在变小，反而会越拉越大。这与人口规模没有必然联系，只与两国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和人口素质有关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